大妈的这个名词俨然成了一个不太光彩的标签，他们的奇葩的行为一次次地刷新人们的认知。武汉一位大妈为了装修二手房，竟然让人抡锤砸断承重墙，导致楼上邻居家里出现裂缝。春天来了，樱花开了，也到了树上长满大妈的季节。他们爬到树上搔首弄姿，尽情地拍照，从树根到枝丫，大妈比樱花还要多，搞得年轻人对这种大妈望风而逃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中国大妈的这个话题。日前，中国大陆一航班上有2名女乘客打架，空姐劝阻时还被咬伤，最后导致航班延误了2个多小时才起飞。4月1号，在深圳到景德镇的 ZH9539 的航班上，在飞机起飞之前，2名座位相邻的女乘客打了起来。视频中显示，当时呢，机舱内一片混乱，现场不断有叫喊声，航班工作人员上前劝阻，一名空姐大喊：“你咬到我了！”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叫着松手。有网友发文说，这2名打架的女乘客，一个嫌另一个身上臭，另一个嫌她身上香水味太浓了。还有人说，周围还有其他人被抓伤，后排有乘客可能因此事受到刺激，导致突发疾病，还接受了急救。最终发生冲突的2名乘客被警方带走，所有乘客登机后又下机，直接导致飞机延误了2个多小时。第二天，深圳航空发表声明说，该航班登机结束以后，机上2名乘客发生纠纷，1名乘务人员手臂轻微受伤，涉事旅客被移交给警方处理。此事引发了热议，有网友说，应该把这2个人拉进黑名单，让他们永远都不能乘坐任何交通工具。遇到这种人真的太可怕了，国人素质极低。中国大妈的不文明举动屡见不鲜。近日呢，在杭州地铁车厢内，一名男子拿了一大堆行李，坐在爱心的专座上，因为他没有让座，旁边的大妈不断用雨伞打他。让不让？不让咋了？让不让？你打？让！好意思的，请你让一下。为什么要让？爱心专注知道吗？我是残疾人，你是不是？我管你啥人呢？你家里有没有老人啊？没有。你没有爸爸妈妈？没有。没有爷爷奶奶？没有。全部死掉了。是的。外婆外公全部死掉了。你跟孙悟空一样，石头里蹦出来的。是的，是的。是的，好的，是的。看你好意思的。很多网友留言表示，这位大妈倚老卖老，那么有力气打人，身体似乎蛮健康的，那就站着吧。那个男子拿了一大堆行李，也不容易。也有网友说，也不能怪这些老人的价值观念，他们在文革时就是红卫兵，是被中共扭曲教育出来的一代人。不是老人变坏了，是坏人变老了。在上海进博会上，有不少中国的大妈们哄抢食物，让人大跌眼镜。网络大 V 袁炫华曾发一段视频，内容是中国大妈在进博会哄抢试吃品，把试吃品一扫而光。视频显示，一群中年以上的男男女女早就挤压在食物台前，等服务生一端出食物，他们即冲前哄抢，没有排队，更谈不上基本礼仪了。该博主表示，上海进博会开放街道居委的团体参观，本意是想让那些退休、下岗和外地在沪暂时居住的人能够开开眼界，了解一下世界先进的东西。结果这帮大娘、大嫂、大妈、大爷一进展馆，哪里闻香就往哪里冲，只要看到有食物是吃的，像饿狼般的蜂拥而上，嘴叼手抓，甚至还拿出自带购物塑料袋装，把每一个有事实的摊位给一扫而光。博主写道，老外看到此种场面都个个摇头。有一位欧洲来的参展工作人员告诉路媒记者，他已去过全世界各大洲的近100个国家参展，但从没看到过如此没礼貌、不讲文明的参观者，即使在非洲也没见过。哄抢食物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陆屡见不鲜。网传视频显示，上海一家超市举办试吃，顾客疯抢。
在上海超市还发生过这样一幕，大爷大妈为了能买到便宜的鸭腿，在柜台前哄抢，互不相让，差点打起来。湖南超市也发生过哄抢事件。2021年，湖南岳阳汨罗一家超市刚开业，推出各种促销活动，用来吸引人气。其中，猪肉将近6元一斤，排骨10多元一斤，因为价格便宜，吸引了众多顾客哄抢。视频显示，在猪肉柜台前，大妈们你争我抢，顾客们纷纷伸出手臂，翘首等待工作人员送出猪肉，场面蔚为壮观。对于猪肉卖得这么便宜，有网友担心猪肉的质量有问题。超市的工作人员表示，他们出售的猪肉都是来自正规厂家，有完备的检验手续，质量完全合格。猪肉的进价大约每斤9元，卖1斤就亏3元左右，所以促销活动不会一直持续。卖特价猪肉是因为超市刚开业，是为了吸引顾客提升人气。这个视频一出，网友们议论纷纷。有网友表示，这就是文革留下的恶果，这些老人几乎都是那个年代饿过来的。他们年轻时生活在文革时期，当时物质极度匮乏，买米买肉都要用粮票。过年过节时，商店的供应窗口前经常是密密麻麻高高举起的手臂，伴随着叫喊，这是那时的常态。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产物，不能全怪他们。众所周知，中国大妈们爱跳广场舞，但不时引发争议。四川省乐山市邦泰国际社区的大厅内有一片较为宽敞区域，20多名大爷大妈经常在那里跳广场舞，还称赞道：“这地方好啊，下雨淋不住，出太阳晒不住，比在露天广场跳舞带劲多了。”他们不分日夜的跳舞，将音乐开得很大，社区住户饱受噪音困扰，尤其小孩晚上做功课也不清静。最近，社区物业和管委会沟通好，准备在大厅里设置免费的儿童图书角，放一些桌子、书架、儿童读物等，供孩子们阅读。但大妈们强烈反对，他们认为图书角占了他们跳舞的空间。双方为此闹得不可开交。业主刘女士忍无可忍，将此事在网上曝光，希望网友们评评理。前段时间物业和社区一起给我们小区免费安装了一个公益的图书角，方便我们小区里面的小朋友去看书。然后这群大爷大妈因为长期在这里跳舞，他们就不同意安装这个图书角，强行的拆除了那些书架。每天晚上7、8点钟的时候就在小区的大厅里面跳1个多小时，楼上有辅导班，很影响别人，然后声音也开得很大很大。最后物业和警察都介入了，但是处理的结果还没有公开出来。有网友表示，大妈们的行为简直让人无法容忍。大厅是公共场所，不是他们的私人舞场。他们这么嚣张，难道就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们吗？大妈们跳广场舞霸占公共场所确实是不文明的行为，但和武汉大妈韩庆英比起来，可能要甘拜下风了。韩大妈让人拆除了自己家的承重墙，导致楼上邻居们家里出现裂缝。承重墙是整栋楼的支柱，一旦被破坏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轻者会导致墙体开裂，重者会让整栋楼成为危楼。韩大妈2022年在武汉洪山区买了一套房子，这个小区环境很好，周围设施齐全，最重要的是房子价格实惠。韩大妈准备好好装修一番后再搬进去。在装修中，韩大妈觉得客厅正中间的那面墙影响了采光，如果拆除那面墙还能增加客厅的面积，于是就让装修队拆除。但装修队队长黄师傅经过查看，认为这是承重墙，告诉他万万不能拆。而装修工本想劝韩大妈放弃这个打算，谁知韩大妈当即反驳道：“这么大的一个楼，缺了我家这一堵墙，它还能塌了不成？”毫不听劝的韩大妈为了施工队可以干活，当即表示，就算这座楼倒了，也是他一个人的责任，跟你们施工队无关。面对韩大妈信誓旦旦的保证，装修队也不好再推脱，只能按照大妈的指示给这堵墙拆个精光。面对浩大的客厅，韩大妈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可这笑容没停留几天，就被楼上的邻居给投诉了。
了。原来就在拆掉承重墙几天之后，楼上业主的墙就开始出现问题。据业主肖女士反映，她家的墙体出现多道裂缝，她坚信这就是2楼非得拆承重墙导致的。其他业主也都陆陆续续的反映，自家的墙也都或多或少出现了裂缝，都开始谴责韩大妈缺乏安全意识，拿整栋楼人的安全当作儿戏。韩大妈也终于不堪压力，内心慢慢的崩溃了，甚至她还留下了遗书，告诉自己的子女，说自己要有个3长2短的，就是这些邻居逼的。邻居们看到事情得不到解决，看着那些裂缝，他们很担惊受怕，无奈之下，他们只好找来物业，想通过物业找韩大妈家人讨个说法。无奈之下，韩大妈口头承诺自费再修一堵承重墙。就在事发的2天后，韩大妈便对外宣称自己家的承重墙修好了。刚开始各个邻居都以为韩大妈办事效率高，知错能改，但是经过实地考察后，给楼上的业主们逗得哭笑不得。映入眼帘的是，用几块砖头抹了一层水泥，简单砌了一面墙，里面连根钢筋都没有，明显就是糊弄人的。无奈之下，整栋楼的居民只好临时撤离，物业紧急请来专业评估机构，对楼房的安全性进行全面检查。所幸这栋楼的安全性尚可，只要及时重新补回原有的承重墙，还是能够继续居住。随后物业找到了装修公司来解决承重墙的问题。装修公司来到现场后，估算要重新将这堵墙给建好，至少也得花好几万。韩大妈坚决不肯出这笔钱，无奈之下，邻居们找到了韩大妈的女儿。她女儿知道这次是自己的母亲做的不对，她愿意出钱将房子里的承重墙给补上，这才让这件事告一段落。中国一名年轻女子来到南京中山植物园观光，但她穿了日式和服，挑起一名中国大妈的敏感神经，命令她脱掉和服。被骂的女子原本不想跟她吵，但后来也被惹怒了。赶紧赶我走，我走了。这一脱，这里是南京好吗？你是怎么想的？我想问一下，你是想的？你上过学吗？脱掉，不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，是没有底线了，知道吗？你连个中国人都不是。9年义务，我跟你说，花的钱，你要再讲的话，我拍个衣服拍照怎么了？然后公共场合就不能穿和服。你现在走，你得给他走。你这个是完全不合适的。你在什么地方啊？你这是给中国人要重视。网友纷纷留言表示，这位中国大妈公然妨碍别人自由，已经是国耻了。她还告诉别人莫忘国耻，自身却不知羞耻，不知是可怜还是可悲。也有网友说，中国大妈本身就是国耻，还有脸教训别人，可笑。飞上海的东航航班机上一个大妈大脑机舱，先是把安全员小伙一顿拍，随后一空姐半蹲半坐的安抚了半个小时，后来这大妈把这空姐也一顿拍，最后实在没招了，安全员把这大妈给控制起来。大妈也挺可怜，一看呢就是多多少少有点精神上的问题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